理想 Mega 这辆 MPV 最近的热度还是挺高的，我们团队也收到了邀请，为他们官方拍摄了一些 Mega 的物料。但除了这个任务之外，我们这次还收到了一个奇特的请求，他们希望我们能够组装一辆 L7 Max 拍摄车，能够有效利用车内的系统来实现高速车拍，还有多机位的直转播。那虽说我们过去也改过不少的拍摄车，但是这一次我们觉得还是有一些新的东西可以来和你分享，所以我们一拍即合，来看看。这次我们用的这个臂还挺特殊的，这个是一个 Motor Crane 的这个 Radical 的这个臂，就这个臂其实精准度是非常高的。然后因为这个 L7 Max 本身车顶还挺牢的，所以说我们这边就用这个吸盘，然后再加固定架的方式来完成了这个臂的安装。我来给你展示一下手速刀般精准的操作，好吧，来看我表演。钓鱼这个事情，它讲究的是一个钓者和鱼之间的配合。在地上扑腾，我30秒钓它，你也得咬。好的，你看啊，它有个空档，你看，哎，怎么说？哎，哪里来的小零食？我来尝尝看。好了，今天没有空军了。这个臂说真的还是非常带劲，然后整体的承重还有各方面都非常的棒。反正总的来说就是一个标准的车拍系统，但是真正的重点肯定不能只是个臂，在车里面。一辆拍摄车的内部通常会配备5个人，炮手负责俄罗斯臂的运动，控制大范围的摄影机调度；云台手则通过摇轮来控制云台，把握精准的运镜，一般由摄影指导来兼任。那此外还会有焦点员、司机，还有导演。那你想，这么多人，再加上各种拍摄设备，整辆车一下就会被塞得满满当当的。那有些焦点员甚至不得已还要躲到后备箱里面去才能进行拍摄。所以以往拍摄车最大的问题就是空间较小，线数很多，整个拍摄的体验就很难变得优雅。那这次改装，虽然理想 L7 Max 本身的空间就很大了，我们还是尽了最大的可能，把摇轮进行了分体的装置，把并不常用的水平 roll 轴架设到了中控台扶手箱的位置，这样就能给云台手省出很大的腿部空间，以便它能够舒适的控制运镜。那除了把摇轮进行了分体，监看方面我们抛弃了传统的小尖，加上拐臂还有图传电池这个繁琐的系统。我们这次用理想 L7 Max 的3块15.7寸的车机大屏，把信号都给输了进去，只要通过一个 BMD 的视频转换盒子，还有这么一根 HDMI 转 C 的线，就能把摇臂摄影机的画面送到中控后排的 C 口里面，接着就可以传入到整个车机系统之中，这样整个车拍组看着前后排的大屏，就能进行对应的拍摄。屏幕相比过去会大很多，也会更加坚固，不用担心供电，相对来说会简洁不少。那舒适性方面的问题解决了，在安全性的方面，我们也做了相应的升级。车拍最怕的一点就是在视野盲区突然冒出来一根电线杆或者别的什么，一不小心就会出现这样的名场面。所以我们这次在车顶架设了一个全景机位，能够监看摇臂的位置，还有周边的环境。炮手通过我们开发的分屏系统，能够同时看到拍摄的画面，还有摇臂的状态，根据情况就可以及时调整摇臂的位置，可以让整个车拍变得更加安全些。那既然安全性有了保障，理论上我们可以做一些更加抽象的操作。一台摄影机只能有1个焦段，对吧？如果说摇臂承重够，是不是理论上我们可以挂上4个左右的机位，来实现不同焦段的同时拍摄？这个就是一个4机位的这个摇臂阵列，这个还挺震撼的。说真的，这玩意儿长得跟钉耙一样，我感觉这个东西可以当武器了，你们觉得？你看。然后可以锄地，你看可以锄地。那这时候肯定有朋友要问了，对吧？一个摄影师只能控制1台稳定器，你要4台机位都能拍到构图合适的画面，那你该怎么控制？这个答案也非常简单，那就是4个摄影师同时用内置了铁杆控制的大疆 Transmission 来控制4台稳定器，就像他们这样。虽然这个样子看着很抽象很搞笑，但是在关键的时候，如果你真的需要4个机位，它还是能派上一点用场的。我把这白皮撕了，我看他快不行了，解逼了。接下来就看你发挥了，李思维。我跑的肯定比车快。好，来，那我们来试试看。李思维加油，李思维跑，更卖力。好，加油，速度上去，给他让他跑。好，他不行了。
你怎么现在体能这么差？你才跑了几米啊？天气比较冷，进气吸进去之后，发动机温度上不来。你这个排气有问题。那除了刚刚展示的多机位车载摇臂，还有车机大屏这些硬件 ，L7 Max 的智能化也给我们的拍摄改装带来了新的体验。比如它的任务大师就能根据需求自定义车辆的状态，所以我们用它定制了拍摄模式还有休息模式。拍摄模式会自动升高悬架，调高座椅靠背，帮助拍摄人员获得更好的视野还有通过性。那休息模式则会打开座椅按摩还有加热，主驾只要通过语音就能让车辆自动运行预设好的程序，对于整个组的拍摄效率也会有相当大的提升。那最抽象的一点是，理想车机内还内置了一个能够生成图像的 Mini GPT。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要在车内生成图像，但它就是有这个功能。我们也就试了一下，用它来做一些参考图。理想同学来了，帮我画一个光头男人和一个有头发的戴眼镜的男人友善交谈的画面。画面需要更加的温馨，然后同时是一个超写实的风格。他能不能认出我这么多的定义？哎呦，你看。是差不多了，只有1个2个光头了。其实我觉得这张还不错，这还可以，这还不错，就是感觉是我和你的 Pro Plus 版，就是两个人都很壮，猛男都是猛男。然后呢，我们可以把图片保存下来，然后这个可以直接用到我们闪电分镜里。你不觉得这是个天才的主意吗？因为现在在车里面两个人躺着按摩着，然后就可以开始想点子了。但最后一个我们还有一招。就是双车联动，因为理想他们提出来 Mega 其实是一个很适合载嘉宾的这么一个形态。假如说我们是一辆拍摄车，有没有可能能够把 Mega 的信号传到 L7 Max 上面，然后我们变成一个可以边直播边行驶的一个双车联动的转播系统？这个我们可以来看一看。目前我们这套转播方案差不多可以进行8个机位的双车移动直播，借助网桥 Mega 里的4个机位，能够直接通过 IP 协议传输到 L7 的导播台里面进行推流直播。那 L7 上的导播只要通过 iPad 就能进行所有机位的切换。那除此之外，你还能在车前部署这个 FR7 机位，它的焦段、云台也都能通过 iPad 来进行对应的控制。那它的好处就在于它可以通过网线进行 PoE 供电，既不用换电，又能够远程控制，在停车不方便部署摇臂机位、需要静态拍摄的情况之下，也能够快速部署多台 FR7 来高效的进行对应的拍摄。那么问题又来了，这么多的设备、导播台、交换机、FR7， 它们的电从哪里来？那移动电源肯定不行，几个小时就把电给耗没了。所以这一次我们几乎所有的拍摄设备的供电都来自于理想 L7 Max 220伏的电力输出。再加上它是一个增程式的车，可以加油，可以发电，所以几乎就是无限的供电，给拍摄也提供了很大的保障。那以上就是我们当前改出来的07号 Storm2 车。之后线下开放日的时候，我们也很欢迎你来体验一下，应该在4月份就能够有对应的机会。那这次除了拍摄理想的 Mega， 我们也拍摄了一些别的画面，也可以作为素材分享给你。所以这就是我们用理想 L7 Max 拍摄车拍到的高速画面，你可以从我们的官网下载下来练练调色，这都是免费的。那之后我们还会有机会来尝试一下用它拍点别的有趣的画面。所以感谢理想能够让我们有这么给力的工作伙伴。那对理想 Mega 感兴趣的朋友，欢迎关注3月1号理想汽车春季发布会。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的话，也请我们点赞、3连转发，对我们非常大的帮助。那么我们下次再见。